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好像写的时候周期算比较久吧，因为我是一个阶段写了一个主歌，中间就是空下来了很长时间没有写副歌，是隔了很久之后，然后又把这个主歌拿出来写，然后开始把副歌又给写出来了。我记得我这2段写的时候，我都没有用那个电脑去做它，就只有个钢琴的版本，我都没有录过一个完整的 demo， 就是我拿着2段直接就去了，因为在我脑子里面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了嘛。然后我就去找郑楠，然后我们就现弄，所以基本上做 demo 的时候，已经相当于是把编曲都做完了，接近成品吧。歌词也很快，因为我们就在一个那个棚里面。然后我们讨论一下，觉得讲一些像战争题材，对不对？但不想写的那么的大，而是要有一种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去写这个题材。想到的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很小嘛，所以他其实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没有那么全面的。然后因为会有很多的大人会不断的去用一种童话故事的方式来去快速的用他的理解去理解这个现实，所以这个歌其实有2个很明显的一个段落，一个是前半部分就是比较温暖，这个小孩子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有面包有牛奶，就是他觉得这是很温暖的。然后第2个段落呢，就会我们做了一个当当砰，做了一个很重的一个拍子，就是战争可能就开始了。当时也看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那个报道，有很多小朋友是真的非常的过得很不好。我有看到网上很多人其实已经猜出来了，那些什么天上飞的呀，地上在走的呀，猎狗啊，它这其实是一个再去形容一些飞机大炮或者是士兵啊这些，但他们在小孩眼里面可能他们不知道，以为那是天上的飞鸟这样。我觉得战争这个事情对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希望有的一个事情，或者是甚至会让每个人都会有点恐惧的一个事情。倒不是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而是我觉得这个恐惧感对于每个人来说本身就存在，所以说就会想到这一方面，很难去阻止得了这些发生，但是只能说尽量的去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希望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保护的是自己的文明。人类这个种族如果想要进化的话，唯有一种方法就是和平，因为只有和平，你的精神层次才会创造出更多创新的东西。但是如果在战争的时候，可能大家只想着先生存下来。对，人之爱写的其实是关于我对一个爱情的一个思考。我想写一个关于爱情的这个概念，因为我其实有认真的去思考了爱情，它到底是什么。它这首歌讲的也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类的爱情，是我觉得爱情的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想办法把它再具象化一点。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写一个旋律，就是讲关于爱的。这个歌其实我觉得写的没有那么的刺痛，因为很多人写歌写关于爱的时候，都要不就是特别的小甜歌那种，要不就是特别痛心的那种，他欠我800辈子，我欠他800辈子的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其实可以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来把它想明白为什么会导致一个那样的结果。当你理解了前提，你其实就理解了他最后得来的不好的结果，而不会变成我不放过他。所以我其实这首歌当时也想说，写完之后，如果大家听完，是不是也可以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得下的？因为写痛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很擅长，对，我要把它写得很挣扎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种音乐在我眼里面很好写。但是我觉得爱不只是这样，爱里面它其实是包含的是有很美好的东西。当然肯定是有痛苦的东西，可是不能只写痛，也不能只写美好，它太复杂了。如果真的想明白这个叫什么爱情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最后想完之后发现，明明心里有这个人，那为什么要恨这个人呢？明明爱过，为什么要恨呢？就会变成其实他没那么痛。对，这个歌那是我2年前的一个对爱的一个理解。我现在
经过这2年，我对爱情又有发生了新的变化和理解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人之爱这个歌它是合理的，但是我如果现阶段我再写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写人之爱了，就是我会单独来去写爱了。这2年我又在认真的去思考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我甚至查了很多的资料，我就想搞明白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目前我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论就是爱和爱情是要分开来看的。我觉得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能量，我甚至觉得这种能量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一种量子纠缠的一种能量，它是一种很强的能量，你能因为它而让你在你的心里面产生永远的一种美好，这股能量就很强。而爱情不是，爱情是一种关系，关系是一种欲望，欲望就是一种占有，所以爱并不一定是欲望的一种，但是爱情一定是欲望。所以因为欲望的发展一定是熵增定律嘛，就是欲望它一定会导致破坏和混乱，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爱情最终走向的都是不好的，当然也有幸福的人在一起啊，但是那种幸福呢，它也不一定是爱了，它是认知，是因为认知而导致他们在一起。这种认知里面包含了几种生活习惯，外界给他的东西，就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太久了，生活的方式就跟我起床知道要刷牙洗脸是一样的呀，就是它变成了一种我的生活习惯。当有一天我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生活方式的时候，我反而不习惯了，所以那一刻可能他爱的是他自己，他不一定是爱对方。我如果跟这个人不在一起了，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我的家人会怎么样，最后导致他觉得，哎，我不能这样轻易的放开，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导致了他们能继续在一起。这2种可能能导致这2个人，哎，有些人看起来他好像一辈子都很幸福，老了也都很相爱什么的，但其实那种是一种生活习惯，它可能不是爱了。因为这个东西要牵扯到一个本纪已安，对，有一些说是3个月到1年，有一些说是6个月到4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对一个人真正享有爱和激情的时候，你最爱他的时候，那一刻你释放出来的多巴胺什么的，它的持续性的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当然，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信息量越来越大的时候，甚至连1个月都不到。那你说那些在一起60年的人，那他怎么做到的？或者是10年的人？他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生理性已经没有爱了，可是他还是在旁人眼里看还是很爱的。当然这是一个把爱去量化它了，说的比较理性啊，对。然后我说的爱呢，为什么它是一种能量，有点像薛定谔的猫这个概念。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问我说，哎，花花，你觉得你最喜欢的盘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可能就会说，哎，我有一年我走在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小的街道上，那个街道非常的复古，有一排那个店铺，每一个店铺呢都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个店铺一样，然后呢推开门还有那个小铃铛的声音，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那种欧洲的那种艺术品，然后在橱窗上面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盘子。而这个盘子上面雕刻了很多的那种中世纪的那种花纹，我就觉得哇，这个盘子很美，我就说那就是我见过我最喜欢的盘子，也是我见过最美的盘子。如果我当下把这个盘子买下来了，千里迢迢的搬回了我家，然后我家的装修风格又属于那种极简的装修风格，那我那个一堆花纹的那个盘子摆在那个极简的房子里面的时候，那一刻可能我就不觉得那个盘子好看了。但如果我没有把它买回来的话，可能我过了10年、20年，甚至是50年，当有一个人问我说：“哎，你最喜欢的盘子是哪一个？”我会说啊，那个在那个街道上，它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它必须要摆在那个小的街道上的那个复古的店铺里面的那个复古装修的那个橱窗里面，它才是最美的。可能这就是一种爱的能量。但是从我买回它的时候，我就跟它建立了关系，建立了关系就不就成了爱情了吗？这是我刚刚说的爱和爱情的区别。然后就发现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其实所有的爱情都成了不好的了。当然这是我自己那个一种就是推算啊。然后我就不断想，哎，那岂不是爱情都不好吗？
唯有一个解释能解释清楚，就是欲望。因为欲望最后发展下去，一定是都是往一个混乱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更多新的欲望叠加上去之后，你才能维系住这个爱情。不只是人，甚至是你物品也是一样，只要它有一层关系在里面，最后就会出现问题。对，你说如果一个人问我，我永远都能记得这个盘子，那他这种能量还不大吗？这个能量是一种你解释不清楚的。就像我问你，这个盒子里面我不打开，这个猫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你有些人会认为是死的，有些人认为是活的。你为什么会认为它是死的呢？你为什么会产生它会死这个念头呢？这个念头是哪来的？换句话来说，我哪怕不说这个猫是生是死，我问这个盒子没打开之前，我问这盒子里有什么？有些人说是苹果，有些人说是香蕉，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是苹果这个概念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这个小盒子里面会放一只大猩猩呢？你产生这个概念的那一刻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能量。在我眼里面，这个是能够人为的去让伤去增长的慢一点。当然是我现阶段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每个阶段都在否定我自己，上一个阶段的我老在否定它，除非我想到一个新的概念。上个月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快乐。我觉得人一生的快乐值加起来非常的短，只是我自我感觉，那个快乐值加起来可能不会超过1天24小时。我觉得人大部分的时候的常态是空虚加痛苦。空虚指的不是寂寞，空虚你可以变相理解为孤独。但是我觉得空虚可能比孤独这个词要稍微更精准一点，我感觉。就比如说你在一堆人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聚会什么的，那一刻你内心可能还是觉得是空虚的。然后呢，再就是痛苦，什么痛苦呢？你要追求一个快乐的时候，你就要经历无数个痛苦。比如说，我想买一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呢，我就要花很多年去学习，去熬无数个大夜，去工作。经历无数之后，然后最后我花了10年20年的时间努力，终于买到了一个房子。然后从我买到这个房子的那一瞬间，可能从我踏进这个新家的那一瞬间，或者是我签那个购房合同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我是快乐的。哇，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从我踏进那个房屋的时候，我可能把这个房子走完一圈，坐在沙发上那一瞬间，我那个快乐值可能就不快乐了。我就会开始思考，下一个让我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用好多年的痛苦来换这么短暂的一瞬间的快乐。有人陪伴和同学聚会那种快乐，就是我释放多巴胺那种快乐，它不一定快乐，它是在解决空虚，或者叫做解决痛苦，它不一定是你真正的快乐。我现在心里有问题，所以我要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我要解决的方式就是说我约朋友一起出来玩，当下我觉得我是快乐的，那是他以为他快乐。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能不能如果想减少痛苦的话，那就减少快乐。我之前看那个《黑客帝国》里面讲了一个话，还挺有道理。他说，做那个人类的虚拟空间的第一版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很快乐，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后来人就不相信自己在活着，他就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AI 发现说，原来人类是通过痛苦感受到自己真实的活着的。所以他们就还原了20世纪的一个末期的一个时间段，觉得那一段时间人类是能感受到自己活着的。这个是我去年思考的一个问题。永生，这扯得已经跟人债毫无关系了。不是唯有，只是我自己，我不能把我自己的主观带入到客观现实来。前两天说那个爱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跟歌迷之间这种感情，就是我说的那种最直接的，把爱的这种能量给具象化的东西。能不能感受到？能。不需要一种所谓的什么这个情感那个情感的关系，这种情感是根本就没办法用什么爱情、亲情、友情来去定义它，它就是一种最强的能量。能不能感觉到？能。歌迷永远会是你心里最漂亮的那个盘子。爱是无限大。